王主任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院长，您想让我说什么？没错，我是在背后说了您的坏话，但是我想问在座的各位，谁没在背后议论过别人？啊，不过院长，您要是需要的话啊，我可以向您道歉。黄主任可真会挑重点，你可以直接忽略说我的那些坏话，聊聊别的。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就是喝了些酒，开了些玩笑。黄主任这么喜欢喝酒，上班该不会也喝酒吧？那不可能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医德。我只是跟黄主任开个玩笑而已，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你们别以为他不让你们帮我整理资料，就是在帮你们啊！其实那是在害你们，那就是在害你们，并且还伤害了咱们安心医院的利益。可人家不在意，人家是公子哥，你们呢？你们什么也不是，那你们还跟他一起疯啊？啊！我听说你还相亲要找老婆，对不对？就你这个样子，哪个姑娘能看上你？我瞧你也别找什么老婆，你就跟你手机过得挺好。平常啊，动不动就喊男女平等，男女平等。一遇上点什么小事情呢，就要搞特殊化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特殊化是不是真特殊啊？啊？做什么事情之前呀，都得动动脑子。你说你这么做，为什么？你看我呢，好歹也是一个科室的主任，当着咱们这些同事，你是不是也得找个茬呀？可以了。因为是个临时会议啊，所以不想开太久。这些已经足够让大家了解了。王主任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院长，您想让我说什么？没错，我是在背后说了您的坏话，但是我想问在座的各位，谁没在背后议论过别人？啊，不过院长，您要是需要的话啊，我可以向您道歉。黄主任可真会挑重点，你可以直接忽略说我的那些坏话，聊聊别的。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就是喝了些酒，开了些玩笑。黄主任这么喜欢喝酒，上班该不会也喝酒吧？那不可能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医德。我只是跟黄主任开个玩笑而已，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你跟他们开的玩笑，如果他们不能提出异议，或者对等的开回来，那就不叫玩笑。而且我认为，你说的那些话，也代表你心里面想的，你看不起你的下属，也不尊重女性。好，我承认，我喝了不少酒，喝多了，开了几个不合时宜的玩笑，认知上也有偏差。但是我也想问问您，院长，就这种偷拍视频的这种手段，是不是也是非正规手段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索性医院的每个科室都安监控探头，每个人都带记录仪就好了。黄主任，你误会了，这个视频不是我偷录的，而是儿科有医生向院长信箱反映问题，说黄主任利用职权让员工帮忙干私活，这出了书前后记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还说喜欢打着团建的名义享受当霸王的感觉，他们都很不开心，而且还表示了愿意提供证据呢。叶石兰她现在的身份是院长助理，她的身份不是我们儿科的医生。我觉得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拍院长的马屁。黄主任，您误会了。院长说的那个医生是我。王主任，我早就提醒你平时少喝酒，一喝酒就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在下属面前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
犯了错误，不要逃避，该道歉道歉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好，我承认我错了，院长，对不起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而是儿科的其他同事们。好，那我就在这儿向所有儿科的同事道个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钟医生，麻烦你向其他没有时间来开会的儿科医生们转达黄主任的歉意。好。好，既然黄主任已经道歉了，我就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我来直接说一下我对黄主任的处理意见。这些年来，黄主任确实为我们安心医院吸引了不少的优质客户。作为医生，能力出众，患者的满意程度也很高，是个非常好的医生。但就目前情况来说，他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儿科的主任了。所以我的处理意见是，保留黄主任的所有待遇，但不再担任儿科的主任。新主任将从猎头推荐的人选和儿科其他资深的医生中竞聘上岗。大家有意见吗？同意的请举手表态。我同意。儿科的同事们呢？作为科室主任，本来应该适时做出表率。既然做不好，那换人也是理所当然，算是对所有人一个警示。好，黄主任，如果你还想当一名受患者尊敬的好医生，受读者喜欢的好作者，请务必谨言慎行了。在这里，我也需要检讨一下我自己。同意钟医生拍摄是个非常手段，是个不好的示范。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会将视频删除，请各位不要再过多讨论了。好，散会吧。